数一数和萝卜有关的谚语，就知道大家对它有多么的喜爱了。今天本周当家菜告诉您烹调萝卜的各种小窍门。怎样挑选到又脆又甜的萝卜？一根小小的牙签能起到什么奇妙的作用呢？大厨将他实践多年的经验统统告诉您。萝卜不同部位分段吃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营养？营养专家为您细细道来。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是本周当家菜。古人就告诉我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正好这个季节就是冬季，咱呢应该常在我们的餐桌中出现这萝卜。那萝卜平时的时候我们做法也比较单调，今天本周当家菜让萝卜来当家，怎么做呢？给您请来的是中国烹饪大师秉大厨将您来做，欢迎秉厨。你好，大哥。又做客我们节目了，老朋友秉大厨，欢迎您。萝卜以前的时候，我们营养家都说有营养，什么样的营养呢？再给你讲这个问题的是营养健康老师，我们的老朋友王静老师，欢迎你，王静老师。大家好。萝卜呢已经给我们的大厨准备好了，咱先好教大家挑萝卜。咱今天的主角呢是这个白萝卜，对，是不是？第一个菜做的用这个白萝卜。白萝卜。一般这个白萝卜，如果说您挑不好，您回家一切开它，发现之后呢，里面糠了。对，是不是这就不好了？那一般我们挑萝卜有没有什么技巧呢？秉厨，这个挑这个萝卜呢，这个首先要看这个表皮，它不要这个太多的坑坑洼洼的，哎，就平一点的，平一点的，哎，这样子。再是它这个粗细呢，它是头大尾细，这种就是你看这个尾巴是一种就是下来的，很顺的下来的，说明这种萝卜呢，它是个实心的，实心的，实心不糠。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看这个头。它这个头的，它这个圈圈呢是越小越好啊，这个是越小越好的。因为这个你到市场挑萝卜，你不可能跟现在一样把它切开。没错，切开，人家不让，你只能看看头，看看尾。没错，再看看这个萝卜，这也是看这个它的那个轻重重量啊，那个重量。如果重的话呢，它这个证明这个萝卜是实心的啊。如果这个轻的话呢，你看它很大，但是它轻，那么这个萝卜就是糠的了。就是所谓糠的，是不是就是水分？没了，空心萝卜，虚有其表，哎，虚有其表的。想要买到实实在在的好萝卜，可是有不少技巧的。今天本周当家菜就教你几招。首先看萝卜的尾部，好萝卜的尾部较细较长，而糠心萝卜尾部一般较粗较短。其次看萝卜表面，好的萝卜表面比较光滑，而糠心萝卜因为水分流失，往往表面都会坑洼不平。最后就是看萝卜的根部。根部的圈越小，萝卜的品质就越好。记住这几点，就一定能选到又脆又甜的好萝卜了。这萝卜呢，挑好了之后呢，咱今天要做两道菜。第一道菜什么名字？秉厨，这个萝卜包牛排。萝卜包牛排，这萝卜包牛排是一道炖菜。炖菜是不是？这个牛排和萝卜都准备好了。我在想啊，一般这个萝卜品种很多，一般我们炖菜是不是基本上都会选择白萝卜？白萝卜，哎，那其他萝卜不适合炖吗？还是其他也可以？你像青萝卜呢，这个烧，炒，这个都行，都可以。这个白萝卜呢，它因为它这个它的萝卜气它比青萝卜要重一些，它吃味儿，因为这个萝卜呢，它本身的味道，它跟什么是吃什么味儿？它跟鱼在一起呢，它就是吃鱼味儿，有鱼味儿。哎，跟这个牛肉在一起，它是吃牛肉味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感觉。尤其这个白萝卜，它特别的吸味儿，吸味儿，它吃起来还这个比较脆嫩。一般我们家里边买这个心里美萝卜呢，都是给它凉拌吃。对。胡萝卜是不是也能久炖？胡萝卜对它比较适合和油脂型的物质一块炖，是不是？对。那白萝卜也很适合炖。今天和大家一起搭配牛排，那咱先给它改刀，好不好？其实一看这个牛排呢，就会想到很多韩餐中他们吃的那种牛排包，尤其是到了冬季，就是多适合吃点牛肉，因为牛肉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的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呢，更比猪肉要更适合人体的需要。并且中医上认为这个牛肉啊有暖胃的作用，所以冬天吃点牛肉。补益作用很好，对，那你看哈，这边和它一起搭配的是萝卜。大叔，你用牙签干嘛？这个扎点眼下去，扎点眼下去之后呢，它的萝卜的气呢容易散发出去，而且它炖的时候呢，它还能尽快的更快的把这个好比牛排的这个味道吃进去。可是我个人理解，这萝卜如果炖的时候，一般我们不切成这种大圆块，我们都切成这种小的滚刀块之类的。然后再改刀。你看这个先把这
这个插一下，先扎到啊，先扎一下，就给它这个毛孔呢无限的放大，对，让它这个接触面积更多，这样它这个萝卜当中本身那种产生辣味的物质吧，就会变成一种芥子油，挥发掉了。而且呢，它这样呢，接触面积大了以后，萝卜本身当中含有的淀粉，经过加热以后呢，就会变成葡萄糖，反而会产生一种甜的味道。就是说本来萝卜啊有点辛辣，你这么一扎呢，就等于是把辛辣味去除，还利于吸收它本身的一些汤汁味以及本身的一些甜味会出来。对，哎，我觉得这招够好的，你怎么发现的，秉初？这个也是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体会出来的。我发现你扎也不能给它扎的太惨点儿，是不是？你给它简单的扎2下就得了，你别扎的都不像萝卜样了，变成萝卜泥了就不好了，是不是？对，你看简单扎一扎它，哎呦，闻起来真挺辛辣的。你瞧，其实这个萝卜气呢，很多人他不喜欢，是吧？他不喜欢萝卜味儿，这个很大，是吧？就是它有那个有点类似于腥的感觉。它这个但去这个味道呢，也很简单，你就是像这种办法，再是你做之前呢，先把它给切成片儿，搁水里泡一泡。泡它一下。这个再一个呢，就是你焯一下水，焯下水之后呢，过凉了它这个萝卜气基本就没了。咱把这萝卜给它扎完之后，然后再给它切块。哎，好。其实这个白萝卜呢，就是腌的吃也非常好吃。白萝卜比青萝卜这个水分含量更要大一些。所以说它这个辛辣味也会比那个萝卜要大一些，对，是不是？好，这边起个锅，别忘了给它切块之前呢，给它扎一扎。现在开始我们准备包了。对，先处理一下这个牛排。这个牛排呢是已经剁过了，剁好了的啊，剁好的。要说起哈，今天吃这个萝卜古人刚才我就说，开始就说哈，冬吃萝卜夏吃姜，似乎一到冬天啊，我家里啊就常备点萝卜。对不是因为咱家里买不起别的蔬菜，是因为这萝卜说实话呀，又好吃又适合冬天又养生，它的营养怎么体现在冬天比较适合呢？所以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对，就是说它的养生价值，因为这个萝卜它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还有钙、磷、铁的矿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萝卜呢，它本身就富含钙质。再一个呢，萝卜不含草酸，所以它和其他的食物一块儿炖制啊、炒制啊，它这个钙质非常有利于人体的吸收。那牛排和萝卜在一块儿哈，这也算这个强强联手。而且说实话，到冬天啊就愿意吃汤水菜。对，这个夏天你吃这凉拌菜啊，百吃不厌，就觉得很清爽。到冬天就想吃点这种汤啊，或者是包类啊。那今天咱把这个牛排烫一下，以后它俩一起包，焯一下水。好，这个牛排啊，选择的京排比较好吃，对，是不是？大块的这种，好嘞，给它烫一烫，去这些水。其实这个多吃牛排吧，我觉得比吃猪排要好。怎么讲？因为它这个味道呢，就口感呢，它会咬起来的时候呢，更有那种弹，应该是算弹，是不是？就是筋道。对，筋道，就是越嚼越想嚼。这个牛肉和猪肉相比，它的氨基酸的含量和成分比猪肉更适合人体需要。没错，这道菜算是一道大菜，你知道。其实，在家里的时候啊，准备好这些牛排，然后就给它包上，用点火力，还是挺好的。可是，其实说起吃这个白萝卜哈，大厨，刚才咱这个方法呢，就这个方法是属于是煲汤类的。这个白萝卜还能用来怎么吃好吃？您喜欢怎么吃它？这个就是腌着吃，就把它腌着吗？咸的，再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做一种糖醋口的，酸甜味的糖渍的白萝卜，就这个把它改成那个菊花刀，菊花刀，就是细细的，就像切成方块之后呢，细细的改一些这个，就这样子，哎呦。改完之后呢，这个腌起来，腌起来之后呢，这个再吃，也是这个酸甜，带点酸甜。你喜欢吃辣的话呢，你在泡的时候呢，可以加点这个小辣椒、小米辣啊，没错，这个吃起来非常好吃，它这个很脆，因为这个萝卜呢，它这个最大的优点它就是脆，而且它这个萝卜的这个味道呢，它不是那种跟青萝卜是那么这个过。很舒服这个萝卜就是它有点回甜的那种白萝卜，但是我水分大，水分大。但是我看我们秉大厨在加工这道菜的时候是把这个萝卜皮给去掉的，但从营养价值考虑呢，我们在家庭里制作萝卜的时候，最好是带着萝卜皮，带着萝卜叶，因为这个萝卜皮呢，它不光是说它有点梗，而且呢，它营养价值，你像这个萝卜当中98%的钙是在萝卜皮当中。所以最好是加工的时候是带着皮一块加工的。有钙比较多点，怪不得小白兔都那么活蹦乱跳的，钙的含量高，人家也愿意吃萝卜。所以说你呢也多吃点它，补钙。这边咱把这个牛排给它取出来，需要用水冲一下，是不是？需要用水冲一下。好嘞。
牛排啊，这边已经冲洗好了，血水呢是一点儿都没有了。接下来咱开始煲这个菜，好不好？这边我看大厨已经将这个姜和这个葱已经准备好了。对，来点油下去，先煲一下锅。好，今天用的油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奇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这个花生油呢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呢做出来的，有浓浓的花生香味，并且健康新时代告诉你，它吃起来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好，来点辣椒和姜以及大葱爆爆香，来点花椒吗？八角。哎，花椒。大叔有的时候我就在纳闷哈，有的时候我们煲汤是不需要爆锅的，有的时候呢就需要爆锅。咱这个还不是个纯的汤，它是个汤菜。汤菜有汤有菜的这个菜。哦，不是，那纯粹的汤的话就没必要爆锅。没必要爆锅了。好，爆香一下，然后加入这个炒一下。很热闹的牛排下锅之后呢，滋滋啦啦的开始响，加点料酒，喷一点料酒。哎呦，这个还是挺多的，一勺多，因为牛排的量比较大。对，来一点。这道菜啊，一会儿吃起来肯定特有食欲。对，因为这个牛排个头都很大，而且呢，我觉得如果是煲子久的话呢，它应该会很烂。对，非常的酥烂的口感应该是。这个炒好了这个牛排呢，放了砂锅里。哦，用砂锅来煲。用砂锅来煲。一定要用砂锅煲吗？这个有条件的话，最好用砂锅。因为砂锅煲出来的。因为这个今天做这个菜呢，这个又是萝卜又是牛排，它们都是需要吃味儿的。这个用这个砂锅呢，它因为它的这个保温的这个好，它炖起东西来呢特别的入味儿。这个也特别的烂得快。比这样的锅要烂得要快，保温性也好，是不是？水来点，这个水要很多量，对，要盖过它。而且你煲的时间久了的话，你最好一次性把汤加齐，一次性加齐，中途你要反复的加醋，味儿感觉这个味道就容易冲淡。没错。好嘞。然后大火烧开，这个改成小火，慢慢的保质它。这萝卜这时候不放进去吗？不用，先把它保质8成熟的时候呢。再放萝卜，也是觉得怕萝卜到时候太烂了，因为它这个牛肉呢，这个它需要这个长时间的，是吧？这个才能把它炖烂了。如果一起放的话呢，这个萝卜就太碎了。哎，那好，吃不了萝卜了。咱要把它开锅之后再把它放进去，对，是不是？那就等它8、9分钟之后，咱再开始放萝卜，再切一点这个胡萝卜调一下色。胡萝卜也要放一点。我发现这个萝卜呀，怎么都是切大块的比较多一点，好像是不是？在烹调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萝卜最好是分段来食用，它对这个营养价值的保存呢可能更好一些。就像这个萝卜，我们从顶部大约1/3处这一段呢是这个萝卜 VC 含量最高的，但相对来说这段萝卜的质地比较硬一些，所以呢适合切丝啊，或者是切成条来炒制或者是煲汤用。就是久炖的这种，对，就是加热的这种。对，那中间这一部分呢，一般的是这个含糖量是最高的，所以说这一段的萝卜是吃起来是最香甜可口的。一般的嘛，我们适合它生吃，对，蘸酱来吃，或者是凉菜来把它加糖啊，或者是凉拌都可以，加醋凉拌吃，特别好吃，就这一块，我喜欢。我们都知道这个萝卜的后半部分就是后1/3，它的尾端是最辛辣的一个部分。对。但是呢，这部分是可以刺激人体的消化功能，然后促进这个胃肠蠕动的，对消化有好处。而且呢，这个辛辣味主要是来自于萝卜的硫氰化物。这个硫氰化物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所以说呢，对有胃部疾患的人或者是消化不良的人呢，我们提倡多吃尾部。萝卜分段吃，不同的部位呢，你可以不同的处理，而且你可以利用它本身这个口感的不同来决定不同的烹调方法。那现在呢，我们的牛排放进锅中，煲上它1个小时左右，我们再把好吃的萝卜放进去。牛排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咱把这萝卜给它放进去。对，好嘞，把盖子打开。哎呦，煲出点油来了，是不是？有油了，放进去，直接放进去就行了。用一点点的胡萝卜配个颜色就行了。对，一丁丁的，好，放进去。别忘了，这白萝卜呢是之前用牙签扎过它的，扎它呢能够有利于它本身的这个萝卜气啊出来，而且有利于它的辛辣味呢去除。对，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调一点味儿。现在有调味，这个加一点酱油。咱怎么不最开始的时候就把酱油放进去？这个最后调味呢，就是调一下这个，这个让这个白萝卜，是吧，能吃一点这个酱油味儿。你一开始加酱油的话呢，它就是这个汤，会不一样，味道不是原汁原味的牛肉。
少加一点盐。一点点就行了。这时候还需要等多长时间呢？这个20分钟，这回快了，再等上它20分钟，我们的萝卜包牛排可以上桌了。萝卜还需要煲制20分钟，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烹饪要点。首先，用牙签在萝卜上扎一些小孔，不但能让萝卜的辛辣味散出，更有利于萝卜入味儿。第二，水要一次性添足，避免多次加水流失味道和营养。第三，酱油等调味料要在放入萝卜后再加，这样既保留了牛排汤的原味，又为萝卜增添了一份清香。上桌喽！好，哎呦，这个汤水菜啊，真是暖和，看着。来，咱们赶快尝一尝，为电视机的好朋友们赶快尝一尝，好不好？来，一起尝一尝。来，这个别烫了啊！哦，我觉得有一句话总结这个菜最恰当，怎么讲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觉得这个萝卜有充分的牛肉味道，相信这个牛肉也一定有这个萝卜的味道，而且呢还有点甜甜的感觉。对。其实我要做这道菜，我觉得我会多放点辣椒。我觉得这个汤底可以多来点辣味，热乎乎的还来点辣的感觉，会更舒服，是不是？端桌的时候，锅里面一直咕哒的，真的很棒。当家菜今天是萝卜当家，那么马上美大厨给大家带来第2道用萝卜做的菜品了，什么名字呢？大厨？这个哑巴辣椒，菜名是哑巴辣椒，听起来跟萝卜一点关系没有，但是萝卜恰巧是这道菜的主要食材。对，这道菜可是潍县的一个特色小吃经典的小吃，对，是不是？哎，带有传说的一个小吃，带传说的这个传说，大厨知道吗？他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你说一说。他是因为一个哑巴呢，一个聋哑人，生活比较艰苦，艰苦啊，他经常出去捡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别人撤下来的一些那个下脚料啊，下脚料，比如说一些切剩下的一些料头之类的，料头之类的，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这个潍坊盛产那个萝卜，潍县萝卜脆，他就是这个用些萝卜呢，然后就捡了一些这个葱姜辣椒，是吧？根据当地的口味加一些那个甜面酱，把这个潍县萝卜呢，这个切成丝之后炒出来的，炒出来之后呢，这个卷子一开始卷那个煎饼或者煎单饼，这个吃的就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后面有一些这个厨师了或者当地的人的改造，是吧？现在这个已经登上了大雅之堂。没错，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乡野的一个小吃，后来经过呢像别大厨这些大牌厨师给它一改造，结果呢变得很经典，是不是？那今天大厨饼厨就教你怎么做这哑巴辣椒，好不好？来，在这边饼给您准备好了，萝卜呢也已经切好了。这萝卜切的是青萝卜，这个青萝卜，潍县萝卜。潍县萝卜，这个潍县萝卜呢，它现在这个很出名。对，潍县萝卜脆嘛。对，它现在呢这个已经也是这个畅销国内外了。没错。就是说什么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不如潍坊的萝卜皮。就是说这个萝卜呀能和水果媲美，可见人们对萝卜的喜欢。它的这个特点呢，它不跟其他萝卜不一样，好吧？其他萝卜呢很粗，它呢这个一般都是细长的，而且呢这个它就关键的一点呢，它切开之后呢，它芯儿都是绿的。对，就是你看切开之后就跟我们这个盘里头一个颜色，不信来切开看一看，哎，看看，哎呀，这个好，怎么样？你看，对，里头都是绿的。有人总结这个潍县萝卜的特点就是甜清爽脆。对，它不像这个普通的萝卜吃起来很辣，它不辣。这个真是可以当水果吃的这种萝卜，真的很甜，是不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做凉拌菜的好吃，是不是？凉拌菜，咱辨别也是，生吃都很好，没错，生吃可以当水果嘛。辨别的话就是从里到外看都是绿的，然后这种细的身材匀称的比较好，是不是？那选了好的潍县萝卜，接下来咱就做这哑巴辣椒。咱这边呢给饼啊，还有我们这萝卜呢都处理好了，咱这个配料是肉丝，这个干辣椒和姜丝，还有这个葱丝，哎，这个关键的呢是需要一个酱，这个是什么酱？这个甜面酱跟那个豆瓣酱掺在一起的一种酱。什么比例？这个是这个豆瓣酱的3:1吧，豆瓣酱的比例大一些。哎呀，还有加甜面酱，加甜面酱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中和一下它的味儿，因为这个豆瓣酱呢它比较咸，而且豆瓣酱有点浓加风情，加点甜面酱就感觉有点变成特色酱了，是不是？没错，这边酱给您调好了，注意它的比例是3:1，3是那个豆瓣酱。那个1呢，加点甜面酱下去，就跟吃烤鸭那个甜面酱一个意思，是不是？这边来点油，好，划个锅。这肉丝要炒吗？这个先炒一下萝卜丝。先把萝卜丝呢先煸炒一下，让这个萝卜丝变软，吃点油里面，然后再转个锅之后呢，再炒肉丝，再炒开。好。因为这个做萝卜菜呢，
这个最好都是这个先把它先入一下味儿，哎，入个味儿。其实我觉得一般哈，我们在家里面呢炒蔬菜都是把蔬菜放在肉后面放，而萝卜不一样。对，嗯，这个炒一下呢，就可以把它这个萝卜那个这些气呢，就是挥发一下。萝卜本身啊，它有一种腥气，对，有一种辛辣的那种腥气，然后这样一加热呢，它可以变成一种芥子油，就挥发掉一部分了。但说实话，这个潍县的萝卜呢，吃起来还真不是那么腥气的，而且是萝卜皮，萝卜皮真的很脆，而且有营养。哎，没错，好吃。潍县萝卜，这个我觉得要炒的话，不能给它炒到全熟，不能炒全熟，是不是？一遍了就可以了。这边汤，炒的呢油滋滋的，好吃。而且经过炒制之后，好像这个萝卜更翠绿了一些。对没错，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静老师，你看咱今天这个搭配呢，是属于是肉丝和这个萝卜搭配。对，这萝卜总感觉跟肉离不开，这萝卜究竟适合和什么搭配？你像这个最经典的一个搭配就是萝卜和羊肉搭配。羊肉萝卜。对，因为这个羊肉呢是滋补作用很强，但是羊肉吃多了以后容易上火，所以和这种理气行气，还有一个健胃消食的萝卜在一起搭配呢，非常的科学，而且呢非常的有营养，滋补作用很强。很多美食家说呀，在这个冬天吃火锅的时候，对，你看看经常容易上火，尤其麻辣火锅，你呢最好涮点萝卜。对，而且这个萝卜的这种辛辣味呢，可以去除羊肉的这种膻味，它两个搭配在一起非常的合适。那第二个经典的搭配呢，就是萝卜和海鲜。我们说了，这个萝卜非常的容易入味儿，所以说呢，它容易吸收海鲜的鲜味儿，加上这个萝卜本身自己特殊的味道呢，可以让这个口感上呢更上一层楼。我觉得萝卜一点立场都没有，它跟谁在一块搭，它就展示谁的习气了。这个萝卜丝呢，你看炒到这个有点变软就可以，变软就可以。哎，你看，热气腾腾的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做炒肉丝，炒肉丝，把料头炒香了。好，这边我们用的是胡姬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它呢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浓浓的花生香味，哎，就在里面，让你的菜呢越烹越美味。好，来一点，来点肉丝。这道菜我怎么看怎么像是春饼，是不是？对，感觉像我们打春的时候咬春的那个春饼啊。但是经典的哑巴辣椒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这个典故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父母在潍县潍坊就是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小时候确实就是有这么一个姓陈的哑巴，然后呢，他的摇了一个铃铛，人呢听到这个铃铛的响声就出来买他的哑巴辣椒，他同时呢他要用饼，他家也做饼，然后告诉大家怎么用饼来卷这个哑巴辣椒。而且呢，还教给你拿饼的一个方法，怎么免得这个辣椒的汤汁呢脏到你的衣服。天哪，一个很细心的民间的烹饪的高手，创造了一道经典的美食。咱在家里做法也很简单。把料头炒香之后呢，加入酱，哎，来点豆瓣酱和我们甜面酱的这种混合酱，别忘了比例是3:1的比例。而且我觉得酱啊，一遇到油或者一遇到高温这么一炸之后，就变得特别香。香哎，不是。好，再把萝卜放进去，再放进去。好，哎，来回翻两下。这个酱的盐味不够，可以再加一点盐，来点盐，应该来一点。这个我觉得炒到什么程度是刚刚好的呢？大叔，这个把酱炒匀了就行了。就是把酱炒匀，因为我们萝卜已经炒熟了。对，而且肉丝已经差不多了。对，这个在出锅前呢，淋点辣椒油。多少量？你看你自己吃辣的程度。对，好，出锅了啊，真香啊！好嘞，现在我们这边啊，哑巴辣椒里面的馅儿呢已经做好了，咱这边给它一卷就得了，一卷是不是？经典的哑巴辣椒已经做好了，虽然简单，也有几个小窍门提醒大家。首先，豆瓣酱和甜面酱的比例为3:1。这样可以增加菜品的复合香气。其次，萝卜丝先入锅炒制，让萝卜气挥发出来，再倒入肉丝和萝卜一起炒香。出锅前烹入辣椒油，一道好吃的哑巴辣椒就完成了。吃哑巴辣椒油，一手拿着它的底部，然后一手拿它的上面。哇，像演奏乐器一样，酱香十足。哎呦，我觉得吃哑巴辣椒，我们都变成哑巴了，就太好吃了，是不是顾不上说话了。